俄罗斯的油库被乌克兰空天军所空袭。强大的俄罗斯空天军为何没有发现乌克兰的直升机，让其空袭行动获得成功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的一个油库，据称呢遭到了乌克兰4次空袭，俄罗斯本土发生了巨大的爆炸，火焰和浓烟冲天。这里呢距离莫斯科只有400多公里。此次空袭可以说对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俄方称乌克兰武装部队的2架直升机向别尔哥罗德的储油设施开火，造成了大火。该地区的州长声称呢，这些直升机是在低空飞行后进入俄罗斯领土的。4月2日，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表示，要开展刑事立案，来调查所有参与袭击的人。这次袭击事件可以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俄军声称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乌克兰的直升机为何还能够深入俄罗斯本土发动这次袭击呢？不但发动了袭击，而且还全身而退。俄罗斯的防空导弹，它的空军到哪去了？这个问题确实值得人深思。那么俄罗斯国防部在几个星期前就已经宣称，俄军已经全部掌握了乌克兰上空的制空权。那么为什么到现在了还有乌军的直升机能够起飞，甚至呢能够实施这种深入俄领土的空袭行动呢？首先呢，这些乌克兰的军用机场确实是遭到了俄罗斯空天军或者是地面的弹道导弹武器系统多轮的空袭。能够起飞的固定翼作战飞机呢，数量是越来越少。但是乌克兰空军的直升机的活动一直没有间断，因为直升机呢往往可以不依靠机场，就在野外起降，或者是在停机坪上就能起飞降落。哪怕俄军的导弹将机场摧毁了，也不影响他们正常使用。何况乌克兰空军所拥有的直升机跟俄军差不多，你飞在天上，俄军的地面部队、防空部队也很难区别它是友军还是我军。看到了以后，你要想准确的做出分析判断，还是有相当困难的。那么有人说，它不是有敌我识别器吗？即使是有敌我识别器，也不可能马上分析判断出来。战争初期，乌军就搞过这么一个乌龙，他一架苏2-7被驻守在基辅附近的乌军的地空导弹所击落。其实呢，俄军也会接受这样的教训，千方百计的避免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恐怕是这次乌军突袭成功的原因之一。第二，乌军这次突袭它的时间掌握的比较好，早上凌晨5点，俄军恐怕这时候大部分人都在睡觉，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而直升机又是通过低空突防的方式进入俄领空的，纵深呢只有40多公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想发现判断它很困难。那么也有些专家指出，俄罗斯有 S-400、S-300 这些远程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哪怕乌军的直升机是从乌克兰境内起飞的，他们这些导弹武器系统也可以在几百公里外对它实施拦截。其实呢，这有一个误解，无论是 S-300 还是 S-400， 尽管他们的最大拦截距离可能达100公里、200公里，甚至呢最远到400公里，但是这个所谓400公里的拦截距离对付的不是直升机，而是2-3万米高度的敌方的高处飞行器。对付低空的直升机，特别是在几十米高度上飞行的直升机，这些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上的雷达是根本看不见的，因为他们对低空目标的探测距离只有几十公里，差不多也就是40多公里，那还是在没有障碍物遮挡的情况下才能够看到40多公里外的低空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想用 S-400、S-300 导弹武器系统去拦截低空飞行的直升机是相当困难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必须为防空系统配备低空补盲雷达和
低空近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那么俄军在这个区域是否部署了这些装备呢？估计没有。为什么？这些装备大部分可能都是随俄军是吧进入到乌克兰的东部或者是基辅附近，为他们的地面部队提供野战防空去了，从而呢才为乌克兰空军的这次低空突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